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嘅。咁可能大家成日都會聽到外星人呢三個字啦，但係外星人其實好多人呢都冇親眼見過啊，包括我嚟講都未見過㗎。不過就印象中啦，好似有一次呢就有見過疑似 UFO 嘅物體，但係我都確定唔到佢係咪嘅，因為好遠啊嘛。咁不過啦，講起外星人呢，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諗起第一個印象就係所謂嘅小灰人啊，頭大身細咁樣嘅。咁但係而家同大家所講嘅呢一個案件啦，就係山東有個男人啊，竟然聲稱自己呢係用石頭反擊外星人嘅飛碟，而且仲話自己電死咗一個外星人啊！咁到底係一件咩事呢？而且佢仲走咗去報警喎，喂，捉到外星人喎，用石頭反擊喎，簡直就諗都唔敢諗啦！咁但係點解呢個男人報完警反而係俾警方拘留呢？咁唔通就因為佢殺咗人，殺咗外星人？咁呢個男人呢，就叫李海，電死外星人嘅事件呢，就發生喺2013年嘅3月啊！阿李海呢，係冇啲乜嘢正當嘅職業，就留住一頭短髮，個人呢就麻麻地噶啦，不過就成日好為食。佢專登咧喺黃河灘附近整咗個電網，個目的就係為咗電嗰啲野兔，佢食開野味嘅，而呢啲野兔咧係佢最中意嘅食物之一啊！佢曾經試過咧一日夜晚啊，捉到好幾隻啊，唔單止頂到肚餓，仲能夠將啲野兔高價賣俾人啊！阿李海佢心諗啊，咁樣做又冇事啦，所以電野兔咧就成為佢嘅主要工作之一啊！咁不過野兔都唔係冇腦噶，電死咁多次，其實生態平衡都破壞咗噶啦。再蠢啊，見到啲同伴一個一個向住嗰邊行死晒啊，都唔會再過去啦，啱唔啱啊？咁所以啊，喺阿李海電死外星人之前嘅一段時間入邊，基本上嗰啲兔仔嘅蹤跡都就快俾佢滅絕晒噶啦，令到呢一個無業遊民係冇咗穩定收入，而且佢亦都唔願意出去打工啊，只能夠係繼續諗計啦，就喺度諗係咪電力唔夠呢？電唔死啲兔仔啊，所以佢就增大電壓同埋電網嘅範圍，佢就覺得一定咧去捉到更多嘅兔仔啊！而為咗防止自己被誤傷，李海喺電網附近留低咗好顯眼嘅標記啊！佢自己都知道嘅，如果唔小心踩上去，唔好講話野兔捉唔到啊，命都冇埋啊！咁不過啦，無論李海點樣增加個傷害範圍啊，都冇再捉到一隻野兔，佢好失望啦。直到3月9號呢一日，李海竟然有意外收穫喎。咁呢個呢，跟住落嚟嘅就係李海自己嘅自述啦。佢話當日夜晚8點鐘左右，佢唔死心，就去睇下電網附近有冇兔仔電死。睇咗個圈都發現唔到一隻。阿李海心入邊好唔舒服啊！本來呢就想要轉身翻屋企瞓覺，但係意外發生啊！突然間呢，有一道強光就射咗落去李海嘅身後邊，好殘眼啊！李海就好好奇啦，轉身過去睇，嚇親啊！哇！呢啲唔係強光嚟嘅，係外星人嘅飛碟啊！李海見過唔少關於外星人嘅片，所以佢一眼啊認咗出嚟啊，同時好驚，但係驚之餘呢，亦都係攞部手機出嚟啊，影咗張相，打算紀念啊！只不過佢影完打算離開嘅時候，悲劇發生啦！阿李海覺得自己行路嘅重力變大啊，而且個單車呢仲吸到去 UFO 旁邊。喂，明明係泊喺自己隔離嘅，點解會俾人吸咗過去㗎？咁李海當然唔捨得架單車啦，就攞起嚿石頭掉過去啦。但係石頭啊飛到半空中就粉碎成為碎石。李海好驚。佢好恐懼啊！佢覺得大事不妙啦。如果再唔走嘅話，就會俾外星人捉走噶啦。好可能係會同嗰嚿石頭同一樣嘅命運啊！呢個時候唔好理架單車啦，有幾遠走幾遠。但李海嘅行動似乎慢咗一步啊！呢一刻
UFO 嘅艙門打開咗啊，係射出更加殘眼嘅白光。李海即刻用手擋住對眼，等到光芒慢慢弱咗，佢先望過去。咁跟住落嚟呢，佢係嚇到半死啊！竟然真係有外星人啊！而且一次嚟5個啊！佢覺得自己今次死硬啦，會變成外星人嘅俘虜啊！之後李海大步咁跑，但係佢喺前邊跑，5個外星人喺後邊追住佢，結果走咗冇幾耐，意外發生啦。今次出意外嘅就係嗰個外星人啊！佢話嗰5個外星人呢，好樣衰啊，每個人呢頭大身細，但係身高有2米，淨係呢一個咁樣嘅視覺效果啊，都嚇到李海魂不附體啊！所以佢搏命向住自己屋企個方向跑，但係外星人都不遑多讓啊！其中一個對腳最長嘅就跑喺最前面，咁下一瞬間呢，意外發生啦！跑最頭嘅外星人竟然係俾電網電親，咁竟然係電死咗。一個外星人電死咗之後，其餘4個外星人竟然係掉低同伴嘅屍體翻去 UFO， 就咁走咗啦。有一道強光再次升起，呢班外星人就係咁樣離開咗地球啦。咁當然啦，李海都注意到呢一點嘅，但係佢唔夠膽停低啊！喂，萬一個外星人炸死咁點算啊？得不償失喎！而家呢個時候唯有走啦，必須要揾鄰居幫忙啊！但係當日個天氣呢，暫時未回暖嘅，啲鄰居瞓覺嘅時間都好早，如果揾佢哋覺得唔好意思，於是乎李海做咗個大膽嘅決定，就係帶埋自己隻狗，仲有攞咗碌棍，佢想同呢啲外星人決戰嘅啦。不過呢，一人一狗嘅速度唔快。咁原本呢，行過去嘅時間就好快嘅，咁不過由於帶住咁多架撐啦，加埋又驚啊，所以行過去嗰個地點嘅時候用咗好多時間，一路行一路喺度諗，就希望個外星人呢真係死咗啦。等到一人一狗去到現場之後，李海終於放心啦。呢一個生到咁畸形嘅外星人瞓咗喺地下，喐都唔喐，用棍打佢，叫狗咬佢都冇任何反應，咁肯定死透啦。李海原本想報警嘅，但係現場冇信號，唯有就咁算啦。咁但係外星人嘅屍體點處置呢？李海呢，佢係諗咗一諗，決定將佢帶返屋企，擺喺冰櫃嗰度保鮮啊！佢覺得既然遇到啦，咁都係一場緣分啊！不能錯過啊！去到第2日一早啊，李海就俾人嘈醒咗。原來村入邊有一片30畝嘅樹林，係俾人莫名其妙咁樣毀滅咗。呢個嚇親佢啦，佢覺得係咪嗰班外星人蕩失路，或者係想帶埋同伴去報復自己呢？李海越諗越覺得個可能性好高，於是乎直接報警啦，將自己嘅所見所聞全部一五一十話俾警方知道。警方聽完之後都覺得一頭霧水啊。不過查案講證據噶嘛，外星人呢一種未俾人確切證實到存在嘅嘢，太過科幻啊。與其報警，不如聯絡個專家，叫佢參詳啦。李海亦都喺嗰個月嘅月中就打電話俾專家，一聽到有人做低咗個外星人，描述過程仲咁仔細啊！哇，個專家直頭兩眼發光啦，好心急去到李海屋企同佢簽訂協議，俾咗一筆幾高嘅押金俾佢，就要求將外星人嘅屍體攞翻去研究啊！李海一睇到，哇，有錢喎，即刻同意啦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雙方簽訂嘅協議係確保外星人嘅屍體完整。如果唔係，李海就唔退押金啦。咁專家個結果係點樣呢？研究嗰啲咩出嚟呢？李海就話專家都冇研究到啲乜嘢出嚟。個外星人身高1.9米，45公斤左右，頭好大。呢啲係李海自己已經知道噶啦，但係專家嘅結論呢就耐人尋味啊！除咗 DNA 比人類簡單，仲有藍色血液之外，其他內容全部保密啊，亦都冇話俾李海知啊！哇，嚇死李海喎！專家冇一個權威解釋，萬一外星人揾佢報仇咁點算啊？佢唔想變成嗰粒石仔啊，更加唔想啦，係變成嗰個莫名其妙俾人毀滅嘅樹林啊！李海點算好啊？咁對於呢個外星人呢，簡直係充滿謎團啊！送到去李海屋企嘅外星人屍體就成為咗個倉
庫入邊嘅一個收藏品啦。但係佢仍然好驚外星人嘅同伴過嚟報仇，所以咧就揾媒體。李海喺同年嘅6月份喺網上邊發帖，講咗自己嘅經歷，所以就驚動咗記者啦。所以咧就有咗頭先我哋一開頭所講嘅李海親自講述嘅內容啊！大家要注意，頭先所講嘅係李海嘅自述嘅。記者當時聽完之後啊，都覺得好神奇啊！為咗解開謎團啦，記者就聯絡咗警方。警方一聽到話要調查外星人，都耍手擰頭噶，但係都係過咗去嘅。不過就冇發現異常，確定唔到真假，但係就表示話會繼續查落去。但係過咗一日啦，即刻有一個戲劇性嘅轉折啊！李海俾警察拉咗啦，仲拘留咗5日啦。到底呢一個外星人事件係乜嘢一回事呢？啱啱俾人拉嘅時候啊，李海好嘴硬噶，佢唔承認外星人嘅屍體係假，淨係話自己用錢喺人哋手入邊買嘅係貨真價實嘅外星人啊。咁不過警方根本唔信啦，外星人死咗3個月啊，仲咁栩栩如生。於是乎一路審到佢終於交代一切啦。咁原來外星人係李海嘅發明啊！佢跟住電視劇外星人嘅樣去做一個製作。李海本人都有啲才華噶，佢曾經做過工藝品，手工唔錯噶，特別係一啲魚啊、蝦啊嗰啲模型啊，係做得好靚噶。但係後來經營不善，賺唔到啲乜嘢錢，就成為無業遊民啦。咁佢屋企冇嘢做嘅時候，都會研究一啲小發明啊。所謂外星人呢，就係用鋼絲、骨膠仲有白色素製作出嚟嘅，睇落去就好似電視劇入邊走出嚟嘅外星人一樣。阿李海整完之後呢，對呢件作品都好滿意啊。後來唔知佢發咩神經啦，要作個咁樣嘅大話四圍傳播。對於李海呢一個咁荒唐嘅舉動啊，個老婆就覺得好無語，講唔出說話。雖然佢一聽到附近有啲外星人嘅傳聞啊，但係估唔到啊，竟然係自己老公嘅一個傑作啊！整個咁嘅鬧劇出嚟，全家人變成一個笑柄啊！後來個老婆呢，亦都唔願意接受採訪。咁後來啦，由於李海造謠，加埋擾亂社會秩序，造成恐慌，俾人判佢拘留5日。呢個時候呢，佢有個新嘅稱號啊，佢又叫李某啊，而且仲有個小插曲噶，就係記者去問公安啊，有冇聽過外星人呢件事啊？咁原來咧，公安方面就講冇接到李海嘅報案，咁即係話李海所講關於外星人嘅一切全部都係虛構噶，唯一真實嘅就係佢曾經設下電網去電嗰啲兔仔，然後就俾人罰錢啦。咁至於點解佢虛構一個外星人出嚟呢？佢就冇正面回應，佢淨係承認咗自己係做假嘅外星人啊。而呢一個事件呢，當時喺大陸亦都傳得幾行嘅。因為喺網上邊咧，佢又講到好詳細啦，又有埋圖片啦，咁佢博到流量嘅。咁但係當時啊，係2013年啦，就唔似而家大網絡時代啊，你咁樣做能夠賺到錢，所以佢當時個影響力或者係傳播力度咧，亦都唔會有而家咁大，所以只係拘留5日。如果係好似而家咁樣啦，隨手都可以拍到影片、錄到影片自己講嘅話，到時候嗰個傳播力度係會更加大嘅。咁大嘅傳播力度就唔止淨係坐5日咁少噶啦，分分鐘。咁基本上咧，呢個案件啊嚟到呢度叫過一段落啦。咁外星人呢一樣嘢或者 UFO 呢樣嘢，唔知大家點睇啦？咁就下邊留個言啦。咁如果你有類似嘅經歷或者疑似嘅經歷，都歡迎下邊講一講啊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。睇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啦，下集見啦，拜拜。